2025年看过最牛的家了。哦，太牛了，像演唱会一样。哇，你这真的太好玩了！这是一个3梯21户的 loft， 门口做的是特洛伊木马装修，也就是伪装装修的意思。破烂的外门，内有乾坤。这房于2019年自己设计、自己落地，并且已经入住6年了。这是我针对 loft 安全问题制作的玄关移动斜墙模块。开启斜墙，在防御的同时，也是我的储存空间。悬挂了10把折凳，这是我的下工具收纳。这个墙面瓷砖是我贴的摩斯密码。这不但是我的小空具间，也安放了洗衣机、蒸汽拖把、洗手台、马桶，还顺手做了一个换鞋凳。这是我客厅多功能模块，开启电竞模式。这是一个由空调间改造成为了800库，拉开后可以堆放各种杂物。这打开的盖板是我的电竞桌面。这是一个电动打开并形成了4台电脑的电竞空间。这是一台540升的双门冰箱。这是我特制的厨房轨道扩容模块。这是个电动伸缩刀架。下面是我的夹缝收纳。这是轨道系统的上收纳，使用高度是适合我的身高。这个上收纳解决了深柜后端物品拿取困难的问题。这是我厨房区域，各种物品的摆放都是以我自己顺手为前提。这是我的下收纳扩容。这是台大功率的抽油烟机，后面3个格子是基础常用的调料，用锅铲去拉。右侧是我特制的调料格。主要的调料的放置也是在我最顺手的地方。这是我客厅模块的收纳空间，因为沙发和电视柜可以移动，在左侧的下方做了2个大的收纳层，在右侧也有2个。左侧的墙面做了4组壁柜，用于储藏杂物和书籍。这是我的小书架，活动沙发置物架，上面是我的应急预案，包括了破窗锤、逃生缓降绳以及应急3件套。下面是我的备用紧急电源。盖上盖板后，这就是我的接机空间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家住在4楼，因为边上是楼梯空间，所以说空调间特别大，窗子特别小，采光不好，但是它很便宜。这是2台副机位，用于轻度的游戏和视频调色。关上这个隔断，降下竹帘就可以形成一个茶室。下面是一个封闭式的猫厕所，上面是我的半自动咖啡机。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猫屎咖啡。上抽板是水吧辅助，下抽板是为了更方便的为猫儿打扫。这个壁柜装的是水吧耗材。这是一个小小的杯柜，这里装了各种氛围灯。下面的猫厕所里面还预留了电口与水口，以及打通和厕所连在一起的排风系统，为继续改造做好了准备。这是一个钢链主题的多功能家政柜，左侧上方有12组手办展示柜，下方是9组收纳仓。右侧的上方是9组饮料收纳，下面有32个抽屉用于家里的各种杂物。在主柜门后还有2组附加门，打开后固定住这个挂架，就可以在多人娱乐的情况下挂包和衣物。当然固定住后柜门就无法打开，也是防熊孩子的系统。打开这个柜体是一组健身龙门架，它可以提供各种健身动作，当然它也是多用途的。除了提供给上层的浴缸、洗衣机做支撑以外，还可以在防盗斜墙打开时作为加强支撑。当然它也是我天空餐桌的配种模块。这是一个从天而降的10人餐桌，它的尺寸是2100毫米乘800毫米。
这是我家18斤重的猫，叫做西门庆，简称庆。这时我们可以开启2楼的副楼板，通过与升降平台组合成一个全搭空间。这是一台点歌机，从而实现卡拉 OK 的功能。按动这个点动开关，升起的升降平台就和副楼板组成了小阳台。这挂着我女朋友的小自行车，各种花花草草。主梁背后的储物空间，这是一个神龛，我去世的猫从喵星回来的时候也能有个窝。这是我的卧室空间，这有2组防潮柜，一个糖胶展示柜。这是我家庭影院的前级功放，播放器、硬盘储存、NAS 等等。这放着各种碟片和各种主机。这是一个150寸4:3的幕布。为什么选4:3？是为了降下来的时候把楼上和楼下的空间隔开，把楼上的空调和楼下的空调都发挥最大的作用。升起床靠背，放下小桌板，就可以组成一个躺在床上可以舒服看电影的空间。对了，楼上比楼下窄了20厘米，全是隔音。这个影院安装了不错的7.1声道音响。做了宫崎骏老爷子的《千与千寻》主题装饰。小冰箱、爆米花机、饮水机一应俱全。左侧有一组6斗柜，一组2米1柜。这是一个小小的4分离设计。这是洗手台、洗烘套装，这个地面隔板加上灯光组成了上厕所时的感应灯带。这是我收养的布偶猫，它的名字叫球球。在这2组衣服的收纳仓中有一个小小的全身镜。这是一组12格的收纳柜与壁柜组合，也是一个小小的更衣区。因为这和市区很近，所以专门放了一个大型吸湿器、顺手用的吸尘器和马桶后面的收纳架。洗泡空间有扇形隔门分开，有壁挂的暖风机，泡澡的玩具收纳。泡澡的时候可以打开这个挂布，边泡澡边看电影，这是我女朋友最喜欢的享受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空间，洗完澡后进入这个可以完全隔离的按摩室。当然里面也装配了一套小小的影音，这是我梦想中的狭小空间。这是一个天空鱼缸，为了应对各种场景，装了3种灯光，也是我浇花的自动水源。上空调间被改造成了一个可以打开的衣帽间，换好衣服后可以直接从升降平台下去，就像舞台一样。这个后期还要改造，加上我女朋友最喜欢的大全身镜，再把收纳量扩大1倍。这个客厅模块除了4个大的储藏空间以及升起的楼梯以外，还有一个可以上升的麻将桌，随时可以约朋友们过来。我就觉得小房子真是太有意思了。